然后车子已经抬起来了，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就很多人关心的就是它的底盘的平整度的问题啊。前面发动机下面是有一块护板的，然后整个底盘的平整度，我觉得可以达到8分的，没有什么特别凸起的地方。然后第二个地方就是大家关注的电池包凸起问题，我在侧面看了一下，它的电池包相对于它的侧边梁的话，确实会凸起一点，大概会这么高的高度吧。但之前呢我也说过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这台车它本身的离地间隙是比较高的。第二点就是它的电池包的防护这一块做的不错，待会儿带大家看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凸起呢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当然了做到纯平会更好一些。那这2点说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来讲解一下它的底盘的结构和用料。对了，整个护板的话，不出意外是一个比较薄的塑料护板，在这个级别这个价位是比较正常的表现。OK， 我们来看一下前悬挂，前面就是一个标准的麦弗逊的结构，然后还是有亮点的。首先亮点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它的仰角做的非常粗壮，这个仰角做的还是挺大的，然后是铝合金的材质，看见没？这个仰角很大，然后除了仰角之外呢，其他地方都是铸铁的。OK， 然后它的下摆臂这一块用的是一个相对比较粗的双层冲压的铸铁件。我去，看见没？是一个双层冲压的。然后有一个小细节点，就是它的下摆臂跟它的仰角轴承座这块连接呢，看见没？通过3个螺丝相连接在一块儿的。哎，它并不是一体的。这个好处是什么？好处就是如果发生事故的时候，这块坏了或者这块坏的话，它可以拆卸单独的更换，你就不用去换整个总成了。所以这个也是考虑到维修这一块的便利性了。刹车是一个比较大的单活塞的卡钳，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在这台车身上也看到它用了等长半轴的设计，这边半轴跟这边半轴是等长的。其实大家可能开前驱车会经常遇到，如果是不等长半轴的话，你地板油下去的时候，或者大动力输出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扭矩转向的问题。其实对于带电机的混动车或者是一些纯电车来说，这个问题可能会更严重一些。所以这台车用了等长半轴，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也能够提高一定的驾驶的操控感。我觉得这一点做的还是挺不错的。然后再接下来，前副车架就是一个标准的元宝梁。然后我在这里往上看的话，会发现有一个细节点啊，就是奇瑞的风云 A8L。它在这个防火墙的隔热这块，隔热铝瓦用的面积真是挺大的，从这块头段再到整个机舱盖的内部，大面积的覆盖了。说实话，我们目前看了很多车，拆了很多车，隔热瓦面积给了这么大的，确实相对比较少见。包括它的整个排气的中间到尾部，全部都有一些隔热铝瓦，我觉得这一点做的还是比较良心了，在细节地方没有去做一些缩水。再往后呢，这个是排气管，做的比较有意思，看见没？它是扁的，就是为了防止向下突出太多。然后电池包这块可以好好的跟大家去聊聊。首先，我觉得要吐槽的一点就是，它这些管路啊、线束啊都直接裸露在外面了，它没有用一个单独的护板去覆盖，所以以后不管你走泥泞路面啊，还是过一些水路，直接建在上面，我觉得不是特别好，会影响它的使用寿命。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可以优化一下。但是好的点在哪儿呢？来，好的点，首先第一点，整个电池包前方，它这块单独做了一块铁板去给覆盖了，然后再到电池包的话，我们到这边到侧面来看一下，然后在电池包的壳体下面这一块，这个是电池包的下盖板，看见没有？还是比较厚的下盖板。最重要的是在电池包整个下盖板下方还用了一个比较厚的钢板去做了包覆了。那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这么做的好处就是，如果我这个下面的电池包这一块刮坏了，那我下面这块护板可以直接更换掉，不会影响到我的电池包的使用。我觉得这一点做的还挺不错。然后这个下护板是用很多的 PVC 材质去喷涂的，这样一来的话也能够达到一些静音的效果。OK， 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咱们再往后面看一下后悬挂部分。后悬挂部分是这次风云 A8L 非常大的一个升级点，因为之前风云 A8 用的是后扭力梁的悬挂，所以很多人不太满意这一点。那风云 A8L 它定位会稍微再高那么一点点，所以这台车给上了4连杆，然后前面是一个比较长的刀臂，然后1、2、3、4，就是这样的表现结构，这是一个4连杆的车型。然后它的后仰角用的就是铸铁的材质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如果能够给到铝合金的会更好一些。然后后面是它的后副车架做的相对比较粗壮一些，相对也比较粗壮一些。好，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细节点跟大家聊一聊。首先，第一个细节点就是在隔音这一块，
风云 A8L 呢，我们上次试驾，他们说了，哎，这台车有了主动降噪的功能，会把它的隔音做得更好一些。然后我在这台车底盘抬起来也会发现了一个点，就是看见没，它后面的这个轮拱，后面的轮拱罩呢是用了一些纤维的材质，这样敲击上去的话，它能够降低噪音，但是前面的轮拱还是硬塑料，有一点区别。然后第二个点在哪里？油箱，但这一点我不是很清楚啊，为什么这台车它的油箱给到了铁油箱？来看一下，不是树脂油箱，一般的车会用到树脂油箱，会稍微好一点。那最后一个点来聊聊这台车的防腐喷涂这一块，因为之前我看评论区很多人都在说奇瑞车会生锈，确实在以前的奇瑞老车上，它的生锈会更多一些，但现在的奇瑞车型，我拆过的或者说我台底盘看过的，整体的防腐喷涂做的都比较不错。像这台风云 A8L，比如在后面这一块，一整块都是比较厚的这种防腐喷涂，这样能够保证它有更好的防腐性能。然后包括现在的底盘件啊，这些用的都是一些镀锌的材质，镀锌钢板，所以也能够保证这台车使用能够减少它的防腐和生锈。那总体来说的话，风云 A8L 它整体的底盘表现，在这个级别或者这个价位车型来说吧，算是一个中上游的表现水准啊，还是比较不错的。比如它的双层冲压下摆臂啊，前面给了铝合金的仰角啊，包括后面的4连杆，我觉得都是有一些细节亮点的。包括它在一些小的细节地方，它的隔热瓦的用料啊，还有它的防腐喷涂这一块都是有进步的。就它的防撞结构还有车身用料这一块做了比较详细的解析，大家可以看之前的视频啊。今天我们就到此结束了。如果你们还想看哪些车型的底盘解析，可以留在评论区。我是刘康，咱们下期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汽车内容，欢迎点击上方搜索汽车销量排行榜，海量新车信息等着您。